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5月14日凌晨 ，OpenAI 举办了首次春季新品发布会。会上 ，OpenAI 首席技术官 Maria Morita 从3个方面介绍了此次更新升级的要点，并且演示了 OpenAI 最新的旗舰模型 GPT-4o 相关功能，展示了其强大的实时多模态交互功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本次发布会的具体内容。这个图片呢是 OpenAI 首席技术官 Maria Morita 在主持 OpenAI 春季新品发布会的一个视频截图。第一个方面呢，它是最新的旗舰模型 GPT-4o。此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新旗舰模型 GPT-4o 的推出，其中 O 是欧米全能的意思。GPT-4o 可以接受文本、音频和图像的任意组合作为输出，并生成文本、音频和图像的任意组合，而且这些内容的反馈都是实时的。因此，使用 GPT-4o 就像和真人进行互动那样轻松自然。比如实时语音交互，之前 GPT 的语音对话会有几秒的延迟，中间的等待时间总是让人很不自然，而 GPT-4o 能在232毫秒内响应输入，平均延迟响应时间做到了320毫秒，与人类对话中的响应时间相近，并且即使是面对回答突然被中断、多人同时谈话等复杂的情况， GPT-4o 也能完美的理解，这个就做到了像真人一样的感觉，非常的恐怖。这样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新的模型训练方式。之前 GPT 的语言模型是由3个独立模型组成的流水线，一个简单的模型将音频转录为文本， GPT 3.5 和 GPT-4 接收文本并输出文本，第3个简单模型将文本转换回音频。这个过程中意味着主要的智能源 GPT-4 会丢失很多信息，它不能直接观察音调、多人讲话或背景噪音，也不能输出笑声、歌声或表达情感。而 GPT-4o 使用的是在文本、视觉和音频领域端到端训练的新模型，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理解音频或视频一切内容，比如你通过你的语气、语速判断你的状态，并做出对于相对应的反应。官方演示中，工作人员特意做出了一个呼吸急促的行为， GPT-4o 能够正确识别并理解这种行为对深呼吸来说是不对的，还给出了正确的建议。基于 GPT-4o 的情绪感知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强大的理解能力，它能独立处理的场景就丰富了。它可以是一个完美的情感伴侣，给你讲故事、为你唱歌，也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助理。它可以在多人对话中扮演翻译，实时的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方便你们沟通，或者是作为客服，为用户提供专业耐心的解答帮助。 GPT-4o 它的回答方式、说话语调也可以完全凭你的喜好来设置，真实灵活的表现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它像是一个机器人。这样强大的实时交互能力，同样的在视觉上也能发挥作用。 GPT-4o 可以根据你的面部表情来判断你的情绪，从而更好的和你交谈，辅助你学习一门语言，或者一步步解开一个方程式，根据你想要去的场合对你的穿搭做出建议，甚至可以充当盲人的眼睛，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为他的下一步动作给出建议，比如什么时候该招手叫停一辆出租车。由此可见 GPT-4o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可以看到这个是模拟一个盲人的场景啊，他使用了这个 GPT-4o， 然后呢 GPT-4o 就帮他叫到了一辆出租车。除了语音和视觉交互互动， GPT-4o 在文本图像的生成处理上性能也有大幅提升。
根据传统基准测试 GPT-4o 在文本推理和编码智能方面达到了 GPT-4 Turbo 的级别。有网友测试反映 GPT-4o 在长文本处理上有着明显的提升，可以快速地分析一篇20万字的英文文稿，并对其进行总结、人物背景进行分析，这点是其他大模型无法做到的。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呢，是 GPT-4o 和其他的语言模型的一些相关对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GPT-4o 的图像处理功能更是令人惊喜的，不但能识别分析图像内容，根据文本生成准确的英文文本内容，还能充当设计师，完成一些高阶的图像编辑合成任务，比如根据指令对文本进行排版，将照片动漫化，生成创意字体，根据一个 logo 生成样机模板或者周边，根据图像进行 3D 重建，设计一个角色并生成一系列能保持角色形象一致性的场景等等。之前大家说的用嘴做设计的梦想好像就要实现了。它还能根据指令对文本进行排版，生成角色以及一系列连贯的场景。可以看到这个就有点像一个漫画或者说一个科普图片的一个样式，而且还能根据图像合成海报。虽然这个看起来有一点抽象，有点奇怪，不过这个功能还是挺强大的了，只要稍加调整还是不错的。还能够根据图像进行 3D 重建。第二点是新的桌面应用和 Web UI。 这次发布会的另一个要点是ChatGPT 将推出桌面端的应用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非常的方便的，不用再去访问网页了。目前已经有 Mac 原生应用可以安装，客户端体积134兆 B， 据需要有 ChatGPT 付费账号以及一些网络技术基础应用才能顺利应用上。Windows 客户端则预计会在晚些时候推出。这个其实呢，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办法可以做到像软件一样的应用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官方的客户端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桌面端的 ChatGPT 将帮助我们更便捷地使用它的 AI 服务，使用键盘快捷键 Open 加 Space 可以立即向 ChatGPT 提问，发送网页截图，或者进行语音对话也方便。更大的用处是，用户可以直接将整个屏幕分享给 ChatGPT， 让它根据屏幕内容对实时处理人物，比如检测你的代码写作过程，参加你的线上会议并记录内容，总结要点，以及对中国家长来说非常重要的辅导孩子写作业。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辅导孩子写作业的一个演示就感觉请了一个家教一样的。那么第三点呢，是易用性提升与 AI 普惠。一般来说，越强大的性能意味着越高昂的获取代价，但 GPT-4o 的获取门槛并没有提高。现在在 GPT 网页端，免费用户也可以体验 GPT-4o 的文本和图像功能，不过额度有限，当达到限额后将自动切回到 ChatGPT 3.5， 以便继续和用户对话。付费用户的额度是免费用户的5倍。那么在未来的几周内， OpenAI 还将在 ChatGPT Plus 中推出新版语音模式的 Alpha 版。开发人员现在还可以在 API 中访问 GPT-4o 作为文本和视觉模型。与 GPT-4 Turbo 相比， GPT-4o 的速度提高了2倍，而价格却降低了一半，速度限制提高5倍。官方计划还会在未来几周内向 API 中的一小部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推出对 GPT-4o 新语音和视频功能的支持。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呢，就是官方的套餐介绍。其实在此次发布会中， Mayor Martin 最先提到的就是 OpenAI 公司的使命。他说了一段英文，也就是说确保人工智能能造福全人类。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也在发布会后单独的发表了一篇播客，同样强调我们使命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将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人们。当然，作为一个开发团队来说，不收费我觉得还是很难养活自己的。而他们的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此，努力的从各个方面降低人们使用 AI 的困难。比如目前用户还可以不用注册就使用 ChatGPT，
ChatGPT 的 Web UI 界面也有了一些优化，以提供给用户更加简单友好的使用体验，而且还增加了临时聊天的功能，允许用户和 ChatGPT 进行一次性的对话，有点像那种私密对话。该对话的聊天内容不会被保存在聊天内容之中，可以帮助用户避免隐私问题。而且桌面端 ChatGPT 的推出，则让人与 AI 的交互变得更加简单直接。之前的 GPT 3.5 已经免费提供了所有用户使用， GPT 4o 因为在文字方面实现了成本降低，尤其是对于英文以外的语言来说，减少了 token 的使用，使得服务更加经济。所以 OpenAI 能够将 GPT 4o 也免费带给用户，包括 GPT-S 未来也将免费开放，所有人都能够轻松使用上 GPT 4级别的人工智能，还没有任何广告和其他的干扰。这是 OpenAI 践行其 AI 普惠使命的能力证明。 GPT 4o 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大可用的多模态模型，更是展现了未来人机交互的一种新方式。Sam Altman 称 GPT 4o 语音视频模式是他用过的最好的计算机界面，当然这个有点自吹自擂的感觉。还用科幻电影 Hell 来指代 GPT 4给自己的感受。 Hell 是一部讲述人与人工智能相爱的科幻爱情电影，里面有一个人工智能Samantha 是一个比人类更懂人类的 AI， 或许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助理，我们将把自己的双手和眼睛从电子屏幕上解放出来，仅通过语音交互就能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和日常任务，而本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慢慢的也会成为真正的现实。这里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OpenAI 最新的春季发布会的相关内容。大家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可以点个赞，也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